1980年6月，一个人的失踪引起了全国巨大震动，他就是彭加木。在当时，部队动用了数十辆军车、数架飞机、几千人拉网式的搜索，可依旧没有找到彭加木。那么他到底去哪儿了？有人说他穿越成了王莽，也有人说他被杀害了，还有人说他被苏联人掳走了，等等言论不一而足。而随着时间流逝，人们不仅没有淡忘彭加木，反而关于他的言论越加神秘，什么双鱼玉佩、镜像人等等，都以彭加木为核心加以渲染。而在这些神秘故事的渲染下，罗布泊更是被人们选入了20世纪世界10大未解之谜。虽说彭加木失踪之谜至今也没个准确的结论，但有一谣言却可以解释，那就是为什么上面会派彭加木进入罗布泊。要知道，彭加木是生物学家，而罗布泊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，根本就没有多少动植物给他研究，这也就让很多人产生了遐想，把一些发生在罗布泊的神秘事情与他联系在了一起。再加上彭加木失踪后，国家不遗余力的去寻找，这就更让人们认定这一次彭加木进入罗布泊的目的并不简单，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隐秘。也确实，这一次彭加木进入罗布泊目的并不简单，他要去寻找钾矿。要知道，我国是个农业大国，他用全世界9%的农业用地和6%的淡水养活了全世界21%的人口，这看似是奇迹，但在这背后却处处充满了危机。粮食的产量取决于农田的肥力，但在当时，传统的肥力已不能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粮食产量，为了提高粮食的产量，只能推广有机肥，而有机肥中最重要的物质就是钾。可在我国并没有大中型钾矿，想要取得含钾的有机肥，只有依赖进口。毫不客气地说，假如找不到钾矿，食物就是其他国家对付我国最有力的工具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寻找钾矿成为了重中之重，而这个重担就落在了彭加木身上。可能说到这里，有人该吐槽了，这不扯吗？彭加木是生物学家，找钾矿不应该是地质学家的事吗？这可能大家不太了解，之所以让生物学家去寻找钾矿而不是地质学家，那是因为在沙漠这种环境下，地质学家根本找不到。根据地质学大沙深盆转移论和两段式的基础理论，毫无疑问是有一个中大型钾矿的。可这个钾矿具体在哪里？因为在那时寻找钾矿全部都是根据水中钾含量为线索寻找的，可这必须钻井找到藏在地下的水，然后再进行化验分析。可要知道，那里是罗布泊塔克拉玛大沙漠，别说那时候有没有能力在沙漠中钻井，就算现在想要在沙漠中打井，那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寻找钾矿只能用另一种方法，那就是靠生物丰富的采集方式来寻找。而最适合这项工作的无疑就是彭加木了。要知道，彭加木曾15次入江考察，其中3次都进入过罗布泊，他的研究成果在当时便引起了轰动，更是获得了中科院和国家科技成果奖。试问一个对新疆如此了解的人，还有谁比他更合适？没人能比。在彭加木失踪后，从当时国家的反应来看，彭加木应该是已经掌握了线索，最差也证实了罗布泊有一个规模巨大的钾矿。但遗憾的是，彭加木却殉职在了戈壁滩上，就连尸体也没能找到。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。而在近些年，虽说在罗布泊地区发现过几具干尸，可结果证明这些人都不是彭加木。总之，希望早日找到这位伟大的生物学家。好了，我是叹为观止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